要出发了，我的宝贝哦！有，雪这么厚，紧张到我的小腿了。老公在偷拍野生动物，我们发现动物了。哪里有这种风景的地方？大家好，我是比拉。大家好，我是世凯。昨天因为北极格陵兰那边暴风雪，所以我们没办法飞过去。那我们在丹麦的机场困了一个晚上。是，这是正常的，那边的天气，北极的天气是不可以预测的。对，那今天我们要再碰一下运气，看看今天我们可不可以顺利登机，拿到登机证。这趟旅程我们会搭飞机从丹麦哥本哈根出发，一路往西北边飞，越过冰岛，抵达格陵兰的康格鲁斯瓦，然后再从康格鲁斯瓦转机往南边飞到格陵兰的首都 Nuuk。目前看起来好像可以 check in。对了，我看到这个就松了一口气。我们这里有3个语言的板子，然后很有趣的是，你看要戴口罩哦，这个他们已经把它划掉。We sail over 7 seas, searching for the missing key. 我们顺利拿到登机证了，现在要去检查行李，人还是好多哦，要继续排队，快要起飞了。好累，我们要赶去登机门。其实我们是2个小时前就到机场了，但是还是蛮赶的。所以之后如果你要来丹麦哥本哈根机场搭飞机的话，更早来会比较好。赶上了。Blinding beats in the desert sun. Hear them today, play your last one. Distant voices in a far. 然后一打开了他们这里的杂志，马上就看到了我的海小先生。就是很可惜，他们做一些产品，这个我不想。但是你看。我的宝贝哦！好的，我们成功搭到飞机了。就是我搭飞机最累的经验。哇！就是不但有24个小时的 delay， 还有超级久的1个半小时的 check in， 然后检查行李也很久。是。所以现在虽然我们要飞去北极格陵兰，但是我们超热的，因为一路上一直跑。降落喽！我们终于到了！哇，现在还有在飘雪。我们几年前结婚之后，选了这个当做我们的蜜月旅行。康格鲁斯瓦是格陵兰的一个小镇，也是格陵兰岛主要的转机点，人口只有大概500人，当地人主要从事旅游业或是在机场工作。那为什么在这么小的地方他们有这种转机的机场呢？其实这边以前是美军的基地，那在冷战结束之后呢，美国就用1块美金的代价卖给格陵兰这个机场，所以现在它就变成一个很适合大型飞机停降的机场。趁着转机的空档，我们也打算爬上山丘，因为这里也是驯鹿、社牛最大的群居地，希望我们够幸运可以看到咯。我非常喜欢在北极圈看墓园，觉得他们有一种特别平静的气氛。
爬这座山不轻松，来回可能需要3小时。有台路过的车子主动给我们搭便车，省了我们不少时间。刚有贴心的路人帮我们载我们上去，所以最难的部分被切掉。老公在偷拍野生动物。我们发现动物了，驯鹿算是康格鲁索很常看到的物种之一。另外一个就是麝牛，但我们目前还没有看到。Don't listen to a word I say. The screams all sound the same. 我到北极圈总是喜欢往很远的地方看，因为在这种地方平常就没有什么其他人或者其他建筑或什么都没有。这里就是我们常常做梦梦到的地方，很安静，很美。没有想到我们可以再回来这里一次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世凯，我是蜜拉。我们蜜月旅行的第一站来到格陵兰的北极圈之内，康格鲁索克，有点难念哦。Oh, meet me down by the coast. I'll be waiting there for you until the ocean tides rise and swallow the sky. 我们等一下要搭飞机去全世界最小也是最北边的首都 Nuuk 了。那我们一起出发吧。Nuuk 位于康格鲁索南方约300公里，是格陵兰的首都，也是人口最多的地区，约有1/4的格陵兰人住在这里。在格陵兰岛内搭飞机都不用检查随身行李，毕竟这里是可以拥枪的国度，所以不用照 X 光，让我们蛮惊讶的。要出发了！第一次去第一次去格陵兰的首都。我们到 Nuuk 咯！呀，终于！哇，坐了这个可爱的小飞机，米拉超紧张，超紧张的。以首都机场来说，这里真的很小，只有一个行李转盘而已。Nuuk 机场说不定真的是全世界最小的首都机场。好，计程车已经在外面等我们了，我们直接上车前往旅馆。我们到的时间很晚，旅馆的员工已经下班了，所以他们有事先告诉我，会把房间钥匙贴在后门的门上。这里没有钥匙啊！哇，各位，惨剧发生了，我们来这边
哇，差点滑倒。然后他说他们会放钥匙给我们，只是我们现在怎么都看不到钥匙。他说会放在外面呢、我们现在都找不到这要怎么爬？你有放水的，你走。结果我们现在去找钥匙，可是你看，雪这么厚，来起照到我的小腿了。后门的积雪超过半公尺，户外气温不到零下5度，在这里找钥匙真是极限运动啊！真的找不到钥匙，还好是还有防水的袜子、防水的裤子、防水的什么都是防水的。啊，恐怖！如果找不到钥匙，我们就要在冰冷的雪地上露宿街头了吗？每一个后门都找遍了，全部都没有钥匙。后来我们找到方法，进了大厅，想看看柜台有没有钥匙。有吗？好的，我们找到了。他在信里告诉我们说，要到后门，他会贴在后门的门上。嗨，老公，进去这个雪中。对，结果他竟然就放在柜台，至少找到钥匙了。那我们就进去吧。然后这里雪很多，像我们在康格鲁索基本上都没有走在雪上，但是这里下了很厉害的。看来喽，哎呦，哪里有这种风景的旅馆？就现在是波兰时间半夜2点，但这里也是10点啊，天还没有黑。至少我们不需要天黑在那边找这个钥匙。好想睡，但是成功了，好了，这个时候都会是很有趣的经验的，很有趣的，好酷的，上面还可以睡。我们来看看上面长什么样子。这是欧洲常见的斜顶的屋顶，然后2张床。我觉得台湾人睡应该会觉得头有点压迫感啊。然后从2楼往下看，超级高的，我觉得蜜拉应该不敢睡这里，她有惧高症，超高的。好，楼下2张床，所以一共可以住4个人啊，不算大，但是我觉得我们来住非常足够了。我们看看厕所吧，就是简约的北欧风格。真的觉得蛮充实啊，这才是我们旅游的第3天。敬请大家期待咯，那我们就下次再见。Do zobaczenia, dobranoc。那接下来我们会带你逛一下格陵兰哦，跟我们一起走吧。来。